大家好，现代人常听到慢性发炎和血糖飙高这两大健康隐忧。长期的发炎反应不仅会让人感觉疲倦、身体不适，还可能引发各种慢性疾病。而持续偏高的血糖更是糖尿病等代谢疾病的前兆。但你知道吗？我们日常餐桌上的食物就藏着对抗发炎和稳定血糖的秘密武器。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曾说过，让食物成为你的药物。今天就让我们一揭晓全球公认最具抗发炎、降血糖功效的8大食物，让食物真正成为你的药物。首先，我们会先简单说明慢性发炎和高血糖对健康的影响，接着逐一介绍8种强大的食物伙伴。每一种食物我们都会聊聊它为什么有这么神奇的效果，包括营养学上的作用机制、医学研究发现的临床实证，以及专家建议的食用方式。内容保证既实用又有趣，让你轻松看懂，每天受用。那么话不多说，马上开始吧。1. 姜黄，天然的消炎药。提到抗发炎的食物，姜黄绝对是榜上有名的明星。姜黄是一种鲜艳的橘黄色香料，又被称为黄金香料，在印度料理咖喱中常见。姜黄中最重要的活性成分是姜黄素，它可是天然的强效抗氧化、抗发炎化合物。古代印度和中医都把姜黄当成药材，用来治疗创伤和胃痛等。现代科学也证实了姜黄的消炎威力。姜黄素能够抑制身体内引发发炎反应的多种生化途径。简单来说，我们身体遇到刺激时会启动一些开关来产生发炎物质，而姜黄素会去关掉其中几个关键开关，例如 NF-κB 这条信息路径，结果就是发炎介质，如促发炎的细胞激素产生变少。研究发现，姜黄素有助于降低体内的 C 反应蛋白、介白质负6、肿瘤坏死因子等发炎指标，这些都是反映体内发炎程度的数据。难怪有人说姜黄素的作用就像天然的消炎药。此外，姜黄素还能提高一种对抗发炎的荷尔蒙支连素的水平，有助于缓解全身性的慢性发炎状态。在血糖方面，姜黄的表现同样亮眼。科学家发现，姜黄素可以减少肝脏制造葡萄糖的量，并提高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让血糖更容易被细胞吸收利用。因此，姜黄具有降低血糖和改善胰岛素阻抗的潜力。早在2072年，就有科学家开始研究姜黄素的降血糖功效。近年来，更出现令人振奋的研究成果。在一项针对前期糖尿病患者的大型临床试验中，实验组连续9个月每天补充姜黄素，结果竟然没有一位受试者从前期糖尿病恶化为糖尿病。反观对照组，在同样时间内，有将近1/5的人发展成了糖尿病。这表示姜黄素对于预防糖尿病可能有相当显著的作用。虽然这项研究使用的是高剂量姜黄素胶囊，但也充分显示出姜黄对血糖控制的帮助。除此之外，姜黄还有助于糖尿病并发症的防治。例如，有研究发现，第2型糖尿病患者服用姜黄素补充后，炎症指标下降，肾功能和血管功能都有所改善。姜黄本身带有土质的熏香和微辛辣，可以用在各种料理中。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炖汤、咖喱、炒饭时加入半到1小匙的姜黄粉，为食物增色增香。同时搭配一点黑胡椒一起食用，因为黑胡椒中的胡椒碱可以大幅提高姜黄素在体内的吸收率。国外很流行把姜黄加入热牛奶或植物奶中，制成姜黄拿铁，加上一点肉桂调味，就是一杯兼具美味和疗效的饮品。不过要提醒，姜黄的黄色会很容易染色，切忌使用时小心衣物和餐具。另外，虽然姜黄作为日常香料非常安全，但如果你有在服用抗凝血药或是血糖药，额外大量补充姜黄素前，最好咨询医师意见。总的来说，每天1点姜黄入菜，长期下来可能就是帮助身体抗发炎、稳血糖的一大助力。2. 姜，提升胰岛素敏感度的暖胃良方。天冷来一杯热姜茶驱寒，是许多人熟悉的养生方法。生姜不仅能暖胃驱寒，它还含有强大的抗发炎和降血糖功效，被誉为厨房里的天然药草。姜在亚洲饮食中历史悠久，
中医认为不测姜食，也就是每天饮食都适量配点，姜有益健康。孔子甚至在《论语》中记载，每餐必有姜，可见古人早早就察觉到姜对身体的好处。姜之所以辣口，是因为里头的活性成分姜辣素在发挥作用。姜辣素和相关的姜酚类物质具有优异的抗氧化、抗发炎作用，它们能抑制体内发炎酶的活性，减少发炎介质如前列腺素的生成，因此常被用来舒缓发炎相关的疼痛和不适，例如肌肉酸痛或关节炎疼痛。对于血糖调节，姜辣素也有奇效。科学家发现，姜的成分能提升胰岛素敏感度，通俗一点说，就是让胰岛素这把开门钥匙变得更好用了，使得血液中的葡萄糖更顺利地进入细胞。姜还可能通过抑制肝脏内一种叫葡萄糖负6磷酸酶的酶，来减少肝糖分解和葡萄糖释出，从而避免空腹血糖飙高。不仅如此，姜的抗氧化特性可以保护胰岛细胞免受自由基伤害，间接维持胰岛素正常分泌功能。近年来，相当多研究在探讨生姜对糖尿病的帮助。举例来说，2015年发表在《补充与替代医学期刊》的一项随机对照试验，找了糖尿病患者做实验，结果显示，连续补充生姜粉3个月后，受试者的空腹血糖和糖化血色素都有明显下降。相较之下，安慰剂组的血糖控制则没有改善。另有研究汇整了8项关于姜的临床试验，发现姜对于降低空腹血糖和改善胰岛素抵抗有正面效果。除了降糖，姜还能帮助体重控制哦。2016年刊登于欧洲营养学期刊的研究，让一群肥胖女性每日服用约2公克生姜粉，持续1-2周后发现，这些女性的体重和腰围较对照组显著下降，也改善了肥胖相关的代谢指标。这意味着姜在减轻体脂肪、改善新陈代谢方面也有额外的好处。至于抗发炎方面，姜同样表现出色。有骨关节炎患者在医师指导下每日2次服用姜粉胶囊，结果血液中的发炎指标下降，关节疼痛也获得缓解。看来小小一块姜的威力可不容小觑呢。姜的妙用超级广泛，日常烹调时切几片新鲜老姜爆香，或加入汤品炒菜中，都能提升风味又增进健康。如果觉得生姜味道呛辣，不妨试试蜂蜜姜茶，用几片姜加热水冲泡，加入蜂蜜调和辣味，就是一道软身又养生的饮品。料理上，姜汁可以去除肉类的腥膻，因此姜烧鱼、姜汁、猪肉都是经典搭配。每天摄取约5到10公克的生姜，已足够发挥保健效果。需要注意的是，有少部分人吃姜可能会胃部不适，建议和食物一起吃，不要空腹大量吃姜。如果有凝血功能问题或正在服用抗凝血药物，也请咨询医师后再决定姜的摄取量。总之，为菜肴加点姜，不仅添香，还默默地在体内帮你对抗发炎、调节血糖，真可谓一举两得。3. 大蒜，强健代谢的辛香护卫。说到辛香料中的健康英雄，怎能不提大蒜？大蒜被称为天然的广谱抗生素，对免疫系统、心血管都有好处。而在抗发炎和降血糖方面，大蒜同样功勋卓著。从古埃及、古中国开始，人们就发现吃大蒜能强身体、治疾病。例如，民间用大蒜头来消毒伤口、治疗感染。现代医学更分离出大蒜中的有效成分，如蒜素，让我们一窥大蒜的厉害之处。大蒜独特的刺激味道和抗菌力，主要来自于蒜素。当新鲜大蒜被切碎或压碎时，蒜氨酸激酶作用转变为蒜素。蒜素不仅杀菌，还能抑制发炎反应。它可以干扰促发炎酶的活动，减少发炎讯号的传递。另外，大蒜中含有多种含硫化合物和抗氧化物质，能降低氧化压力，保护细胞免受发炎损伤。关于血糖，大蒜被发现有类似胰岛素的作用。科学家推测，大蒜可能刺激胰脏贝塔细胞分泌更多胰岛素，或者让周边组织对胰岛素反应更灵敏。如此一来，在餐后有大蒜的帮忙，血液中的葡萄糖更容易进入细胞，被转化为能量或储存，不会一直滞留在血管中造成高血糖。此外，
大蒜的硫化物还能保护胰岛细胞不被发炎和氧化伤害，长期看来有助于维持胰岛素分泌功能。值得一提的是，大蒜对血脂和血压也有调节作用，降胆固醇、放松血管，这些对于糖尿病患者预防心血管并发症都很重要。多项研究与统计分析支持了吃大蒜的好处。举例而言，有临床试验让第二型糖尿病患者每天额外摄取大蒜补充剂，不到3个月就观察到空腹血糖明显降低。有的研究发现，大蒜煮的糖化血色素也有所改善，显示长期血糖控制变好了。同时，这些患者的总胆固醇和坏胆固醇 LDL 浓度也下降，血脂状况更健康。另一篇综合分析汇整了数十项试验数据，结论是大蒜摄取能显著降低空腹血糖，特别在糖尿病患者和代谢症候群族群中效果较明显。除了降糖效果，科学家也看到大蒜的抗发炎潜力。例如在肾病患者的研究中，服用大蒜提取物一段时间后，血液中的发炎指标如介白质和 C 反应蛋白都有下降趋势。尽管大蒜不是药物，但科学证据显示它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我们体内的发炎状态和代谢指标。难怪民间有每天一瓣蒜健康有保障的说法。要充分享受大蒜的健康魔力，有几个小技巧哦。首先，新鲜大蒜的蒜素需要通过切碎或压碎才能释放，所以把大蒜拍扁或切成蒜末，比整颗吞下更有益。切碎后静置10分钟，让蒜素生成更完全，再下锅烹调，营养效果更佳。大蒜生吃消毒杀菌效果最好，但口味呛辣也可能刺激肠胃，所以大部分人还是习惯把大蒜煮熟吃。别担心，熟食的大蒜依然保有不少抗氧化、抗发炎成分。烹调时注意不要把蒜尖炸到焦黑，否则活性物质被破坏，还可能产生不好的物质。建议用中小火爆，香至金黄色就起锅。每天吃2-3瓣大蒜，已被认为对健康有益。可以把蒜末加在蔬菜、肉类一起炒，或烤箱烤一整头大蒜，烤出的蒜泥涂面包非常美味。担心口气的朋友可以餐后咀嚼茶叶或口香糖来去味。最后要提醒，有出血倾向或即将开刀的人不宜过量食用生大蒜，因为大蒜也有轻微抗凝血作用。整体而言，大蒜既是调味圣品，更是保健高手。每天饭菜加点蒜，为你的抗发炎、降血糖大业默默出力。4. 肉桂，稳糖软心的香甜香料。烘焙甜点里常见的肉桂，其实也是传统药草宝库中的一员。肉桂粉撒在拿铁上，肉桂棒加在红酒里，不仅气味芳香，还蕴藏着神奇的控糖与抗发炎威力。肉桂来源于树皮，分为西兰肉桂和中国肉桂等品种。几千年来，中医和印度传统医学都用肉桂来温中散寒、活血止痛。现在西方研究也逐渐揭示，肉桂对于改善代谢健康有不容忽视的效果。肉桂中富含多酚类抗氧化物质，其中最主要的是桂皮醛，赋予肉桂特有的甜辣香。这些活性成分能够减少体内氧化压力，氧化压力降低，发炎反应也会随之减轻。此外，肉桂被发现有助于模拟胰岛素的作用。科学家分离出肉桂中的某些多酚，发现它们可以在细胞中启动胰岛素受体，增强葡萄糖转运蛋白的活性。简单说，就是让细胞更容易把血糖吃进去。因此，肉桂可以提高胰岛素敏感度，帮助降低血糖水平。肉桂还有个妙处，它能延缓胃排空的速度。饭后喝一杯肉桂茶，或在餐点中加入肉桂，会让食物在胃中停留久一点，葡萄糖的吸收速率变慢，饭后血糖的上升幅度就不会那么陡峭。这对需要控制血糖的人来说是相当实用的效果。此外，肉桂本身不含糖，且带有天然甜味，能替代部分糖的风味。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糖尿病食谱喜欢加肉桂增香的原因。肉桂降血糖的说法绝非空穴来风，早在21世纪初就有临床试验注意到肉桂对糖尿病患者的益处。一项经典研究让第2型糖尿病患者连续服用肉桂粉，剂量约每天1克到6克不等，半小时到2小时，持续40天以上。结果发现，患者的空腹血糖平均下降了10%以上，
有些人在试验结束时，血糖甚至降了将近 20%。不仅如此，他们的三酸甘油酯和坏胆固醇水准也同步改善。这研究一发表，让肉桂一举成名为天然降糖药。后续不少研究也进行了探讨，有的得到类似正面结果，但也有少数研究未观察到显著效果。综合而言，近期多篇统合分析认为，适量补充肉桂对降低空腹血糖和改善胰岛素敏感度是有益的，尤其对血糖偏高或代谢症候群者效果较明显。在抗发炎方面，肉桂的资料稍微少一些，但初步研究显示，肉桂萃取物可能降低炎症标记如 CRP， 不过要达到明显的抗发炎剂量，可能需要较高浓度的提取物。在日常食用剂量下，肉桂的抗发炎作用主要表现在提供抗氧化保护，间接减少发炎反应。总之，一点肉桂就能在背后帮忙稳定血糖，又对心血管代谢有多重好处，难怪成为糖友们的宠儿。肉桂使用起来相当方便，你可以在早餐的燕麦粥、优格或奶昔上撒上约1/4到半小时肉桂粉，增添香气又帮助控糖。喜爱咖啡和奶茶的人也能在饮品里加入肉桂粉调味，还可以减少糖的用量哦。煮咖喱或炖肉时放1-2根肉桂棒，也能提味并带出天然的甜味。需要注意的是，市售肉桂主要有2种，西兰肉桂和中国肉桂，又称桂皮。前者风味较细致，且所含的香豆素较低，适合长期食用；后者香气强烈，但香豆素含量高，大量摄取恐怕对肝脏不利。因此，如果每天都想补充肉桂，建议选择西兰肉桂并控制用量，大约每天小半匙至1匙以内是安全的。孕妇也不宜过量吃肉桂。整体来说，肉桂作为调味料，少量多次的吃，既满足口腹之欲，又可能带来稳定血糖的收益，真是甜甜香香的健康小秘方。5. 莓果，花青素满满的血糖克星。各种色彩缤纷的莓果，不仅是甜点中的人气明星，也是营养学界的抗发炎红人。草莓、蓝莓、覆盆莓、黑莓这些小小果实，酸甜可口，富含维生素和膳食纤维，更拥有高含量的花青素等多酚类抗氧化物。花青素赋予莓果鲜艳的红色或紫蓝色，同时也是强大的抗发炎因子。很多研究都指出，常吃莓果有助于降低发炎指数，改善血管健康，还能预防血糖失衡。莓果之所以对抗发炎有效，关键就在于它们的高抗氧化能力。花青素进入身体后，会寻找并中和体内过多的自由基，避免自由基对细胞造成氧化损伤。当氧化压力降低，发炎连锁反应也会减缓。另外，花青素还能调节免疫细胞的作用，减少发炎讯号物质的释放。例如，有试管研究发现，蓝莓提取物能抑制巨噬细胞释放促发炎的介白质。同时，莓果中的维生素 C 也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对免疫系统有调节作用。至于血糖控制方面，莓果可说是甜得其所。首先，它们含糖量不高，纤维丰富，吃下去不会造成血糖快速飙升。纤维质在肠道中延缓碳水化合物的分解吸收，让葡萄糖慢慢释放进血液，避免餐后高血糖。再者，花青素被证实可以促进胰岛素的作用。有科学家发现，花青素能让肌肉细胞和脂肪细胞对胰岛素更敏感，并可能提升胰岛素分泌峰值，从而帮助更快地降低餐后血糖。此外，莓果还能影响肠道菌相，培养出喜欢多酚的好菌。有益菌的增加也与抗发炎、改善代谢有关。可见，莓果一方面提供直接的抗氧化、抗炎作用，另一方面改善消化环境，稳定饭后血糖，可谓双管齐下。莓果对健康的好处有许多流行病、NA 和临床研究支撑。先说血糖方面，有一项日本医学专家的调查发现，每周吃超过3份，大约200公克蓝莓的人，罹患第2型糖尿病的风险比几乎不吃的人降低了3成以上。这可能和蓝莓中的花青素促进胰岛素功能有关。另一项实验则直接测试餐前吃莓果对血糖的影响。结果显示，让血糖偏高的受试者在用餐前1小时吃下4量蓝莓，之后的餐后血糖上升幅度明显比较平缓。换句话说，不容易出现血糖尖峰。
至于抗发炎的证据，芬兰有研究让肥胖者每天饮用含有多种莓果的果汁饮料，8周后检查发现，受试者的血液中 C 反应蛋白浓度有所下降，体内总抗氧化能力上升。还有一项来自意大利的试验指出，补充高剂量花青素相当于一杯蓝莓的量，能减少坏胆固醇的氧化及发炎程度。这些结果都支持了莓果在抗发炎、保护心血管上的正面作用。当然，不同研究间结果略有差异，但整体趋势很清楚，摄取富含花青素的莓果有助于我们远离发炎和代谢失调的威胁。将莓果融入日常饮食其实非常简单又美味。早上可以在燕麦片或优格上铺一把蓝莓或草莓，增添甜味和丰富口感。午后来一杯莓果香蕉、豆浆或优格冰沙，既解馋又补充满满营养。正餐则可尝试在沙拉里加入蔓越莓干或草莓切片，酸酸甜甜，平衡蔬菜的风味。生吃是保留莓果营养的最佳方式，加热可能让部分花青素流失，所以建议莓果尽量新鲜食用。如果是冷冻莓果也没问题，解冻后营养仍在。营养师建议每天吃莓果类水果半杯到1杯，大约握一小把就能获得相当好的抗氧化保健效果。对血糖有疑虑的人，最好将莓果安排在2餐之间或随餐搭配，而非单独大量食用含糖的果汁。比如饭前1小时吃个小碟莓果，就是不错的选择。最后提醒，大部分莓果糖分低，但是像葡萄、樱桃的糖分相对高一些，糖友食用时要注意分量控制。总的来说，莓果是大自然送给我们的健康糖果，每天适量享用，不仅满足味蕾，更悄悄守护着我们的血糖和身体不发炎。6. 深色绿叶蔬菜，低 GI 高营养的消炎绿巨人。想要抗发炎又控糖，绝不能忽视深色绿叶蔬菜的力量。青江菜、菠菜、甘蓝、羽衣甘蓝以及绿花椰菜、芥蓝等十字花科蔬菜，这些绿油油的蔬菜就像大自然的维他命丸，富含各种植化素和微量元素，是对抗慢性疾病的基石食物。营养专家常说，深绿色蔬菜吃愈多愈好，因为它们热量低、纤维高，还拥有强大的抗氧化、抗发炎作用，对预防糖尿病和维持血糖稳定特别有帮助。深色蔬菜为什么这么厉害呢？首先，它们拥有丰富的抗氧化物，例如绿花椰菜、西兰花中含有一种明星物质叫萝卜硫素，可以启动体内的抗氧化开关，减少发炎反应。同时，萝卜硫素被证实能抑制肝脏制造过多的葡萄糖，也减少脂肪细胞释放发炎激素，从多方面改善因肥胖引起的胰岛素阻抗。除了萝卜硫素，深绿蔬菜里的叶黄素、玉米黄素、胡皮素等植物营养素也都具有抗发炎特性。再看矿物质方面，深绿叶菜是镁的极佳来源，镁对血糖调节非常关键，它是胰岛素作用的辅助因子。许多研究发现，镁摄取不足的人，胰岛素敏感度较低，罹患第2型糖尿病的风险更高。可喜的是，一碗烫菠菜或一盘炒芥蓝就能提供相当丰富的镁元素，帮助提升胰岛素功能。此外，深绿蔬菜富含膳食纤维，纤维不仅让人有饱足感、控制体重，还能延缓糖的吸收速度，使饭后血糖曲线更平稳。纤维也滋养肠道益菌，减少肠道发炎。可以说，深色蔬菜从营养素到膳食纤维，全面性的对抗发炎并维持良好糖代谢。在流行病学数据上，绿叶蔬菜和糖尿病风险呈现明显的反比关系。一项广泛引用的统计分析指出，每天多吃一份深色蔬菜，可以将罹患第2型糖尿病的风险降低约 9% 到 14%。也就是说，若你原本不常吃菜，现在开始每天多吃半碗到1碗青菜，长期下来得到糖尿病的概率将显著下降。日本还曾发表有趣的实验，建议糖友餐前先吃青菜，餐后血糖较稳定。他们让受试者用餐时改变进食顺序，先吃蔬菜再吃淀粉，结果血糖上升速度大幅减慢，可见青菜的缓冲作用。至于绿花椰菜，更有直接针对糖尿病患者的临床研究。2017年一篇发表在《科学转移医学》的研究显示，
给2型糖尿病患者服用高浓度的绿花椰菜芽萃取物，连续1-2周后，受试者的空腹血糖平均下降了约 10%， 对肥胖的糖尿病患者效果尤其明显，这几乎相当于一些口服降血糖药的轻中度效果了。而在抗发炎方面，有研究观察肥胖者多吃绿花椰菜对发炎指标的影响，结果看到，经过一段时间介入，这些人的血中肿瘤坏死因子和介白质负6等发炎因子浓度都有所降低，而且绿花椰菜煮的人胰岛素抗阻情况也获得改善。由此可见，菜吃得多，身体炎症少，绝不是老生常谈，而是有科学根据的养生原则。要充分获得深色蔬菜的营养，关键在天天都要吃够量。营养师建议成年人每天摄取至少3碟蔬菜，每碟约半碗到1碗，其中一半以上最好是深色蔬菜。可以将青菜分配到3餐中，早餐来一杯蔬菜水果绿拿铁，例如菠菜加奇异果，香蕉打成蔬果昔，午餐吃一份鸡胸肉菠菜沙拉，晚餐再来一盘蒜炒芥蓝或烤时蔬，包括西兰花、制瓜等。烹调时建议快炒或清蒸，时间不宜过长，以免水溶性维生素流失。像绿花椰菜煮太软，萝卜硫素的前驱物质和相关酶会被破坏，抗癌抗发炎效果都打折。最好的方式是水煮或蒸3到5分钟，保持翠绿口感和营养。还有，如果能搭配一点健康油脂，比如橄榄油拌炒或零亚麻、人油凉拌，有些植化素的吸收率会更好哦。需要注意的是，深色叶菜虽好，但某些如菠菜、甜菜叶草酸较高，肾结石易感人群要适量摄取，水煮去部分草酸水再吃。总的来说，每餐盘中一半是蔬菜，其中多选深绿色的，就为自己的抗发炎、稳血糖打下了最扎实的基础。7. 坚果，好油好纤维。炎症终结者，别看坚果脂肪多，其实它们是对抗慢性发炎和胰岛素阻抗的好伙伴。坚果类食物如核桃、杏仁、腰果、胡桃等，富含有益健康的单元与多元、不饱和脂肪酸、植物蛋白和膳食纤维，还蕴藏着维生素 E、硒、锌等抗氧化矿物质。在地中海饮食中，坚果是每天都鼓励摄取的食材。研究显示，那样的饮食模式能显著降低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风险。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坚果如何发挥抗发炎和降血糖的功效。坚果对健康的贡献很多，源自于它的脂肪酸组成。以核桃为例，核桃中有丰富的 alpha 亚麻酸， Omega-3 脂肪酸是出了名的抗发炎好油，能抑制身体合成某些促发炎的前列腺素，转而产生具消炎作用的生理活性物质。换句话说， Omega-3 可以帮助缓和因不良饮食引起的低程度发炎。杏仁等坚果则含有大量维生素 E， 维生素 E 是强力抗氧化剂，能保护细胞膜不受自由基攻击，减少发炎反应的诱发。再者，坚果中存在一些多酚类抗氧化物，比如核桃皮中的鞣质、花青素都可降低发炎路径的活性。对血糖调控而言，坚果也是功不可没。首先，坚果属于低碳水化合物、低升糖指数的食物，吃一把坚果，血糖几乎不太会上升，因为里头主要是油脂、蛋白质和纤维。更妙的是，如果饭前或饭后佐一点坚果，坚果丰富的脂肪和纤维能减缓胃排空和淀粉消化，使后续进食的碳水化合物吸收变慢，饭后血糖峰值就被压低了。此外，坚果中含有铬和镁等微量元素，也参与葡萄糖代谢和胰岛素作用，有助于维持正常血糖。还有一点很重要，坚果虽然热量高，但有研究发现，经常吃适量坚果的人反而比较不容易发胖。原因在于坚果带来的高饱足感，让人减少对其他精致零食的摄取。同时，坚果的蛋白质和好油可以促进代谢，体重管理得宜，体脂肪下降，本身就会减少慢性发炎和胰岛素阻抗的发生。让我们从大规模饮食研究谈起。西班牙著名的 PREMEDET 地中海饮食临床试验中，有一组受试者采用富含坚果的饮食模式，结果追踪数年后发现，这组人的第2型糖尿病发病率几乎减少了一半。也就是说，把坚果纳入每天的饮食，长期可能大幅降低罹患糖尿病的风险。
在其他观察研究中也有类似发现，每周坚果摄取频率越高的人，后续发生糖尿病或代谢症候群的比例越低。那么在糖尿病患者身上，坚果能否改善控制呢？答案是肯定的。有临床试验让糖尿病患者每天用坚果取代部分精致淀粉，例如用握满一把的杏仁来替代等热量的饼干面包。结果几个月后，这些患者的糖化血色素明显下降，表示长期血糖得到更好控制，而且他们的好胆固醇上升，甘油三酯下降，心血管风险因子也改善了。不止杏仁，核桃的效果也很好。一项针对第二型糖尿病人的研究发现，每天吃约56克核桃，大约1小握，连续半年后，受试者的空腹胰岛素浓度降低，代表胰岛素抵抗减轻，高感度 C 反应蛋白也下降，显示全身发炎程度减少。另一项试验则观察超重者不改变热量摄取，只是把饮食中的部分饱和脂肪换成等热量的核桃，半年后这些人的介白质负6等发炎指标降低了，同时腹部脂肪也有减少的趋势。尽管不同坚果的营养成分略有差异，但整体来说，坚果有助降低炎症，改善血糖和血脂，已成为营养医学界的共识。坚果要吃得健康，关键在适量以及原味。由于坚果热量高，一天建议摄取量大约是1小把，约25到30克，也就是7、8颗核桃或10多颗杏仁的量。可以把坚果当作2餐之间的点心，既能填饱肚子，又不担心升高血糖。也有人喜欢把碎坚果拌入沙拉、燕麦粥或优格中，增加口感和营养。有运动习惯的人，运动后吃些坚果搭配水果，补充蛋白质和天然碳水，是不错的恢复零食。选购坚果时，尽量挑选原味无添加的款式，就是没有加盐、糖或油炸的，才能确保摄取的都是好油，而非反式脂肪。像蜂蜜、杏仁、焦糖、腰果虽然美味，但加了许多糖和热量，营养价值就打折了。另外，保存坚果要注意避光密封，防止氧化变质。买小包装或将大包分装冷藏都有助于保持新鲜。最后，如果你对坚果过敏，那就不要勉强自己吃，可以用富含 Omega-3 的种子，如亚麻籽、奇亚籽或橄榄油等来替代坚果的健康脂肪来源。总的来说，每天适量吃坚果，为身体提供优质油脂、蛋白和抗氧化成分，长久下来有望让发炎指数和血糖值都乖乖降下来。8. 富含 Omega-3 的鱼类，抗发炎的海中珍宝。地中海型饮食被认为是全球最健康的饮食模式之一，其中一个重要元素就是常吃鱼，特别是脂肪丰富的深海鱼，比如鲑鱼、青鱼、沙丁鱼、尾鱼等油性鱼类，含有人体无法自行制造的珍贵脂肪酸 Omega-3。这些鱼油中的 EPA、DHA 是强效的抗发炎物质，同时鱼肉又是优质蛋白质来源，几乎不含碳水化合物，因此对血糖控制十分有利。可以说，常吃鱼让你得到以蛋白质代替精制糖的双重好处，不仅减少发炎源头，还提供重要营养。Omega-3 脂肪酸是鱼类抗发炎功效的灵魂。当我们摄入足量的 EPA 和 DHA， 这些 Omega-3 会在细胞膜中累积。当身体需要发炎或消炎反应时，它们参与合成一系列生理活性物质，例如 EPA 可转化成前列腺素第3系列和白三烯第5系列等具有抗发炎作用的物质，同时还能抑制促发炎的前列腺素第2系列生成。简单理解，就是 Omega-3 把身体的发炎开关调得没那么容易打开，而 DHA 也有调节免疫细胞的功能，能减少发炎性因子的分泌。除了油脂本身，鱼类还富含维生素 D 和硒等微量元素。维生素 D 缺乏会增加发炎和自体免疫疾病风险，而油性鱼是少数天然维生素 D 来源，因此常吃鱼有助于维持免疫平衡。对于血糖调控，吃鱼首先能减少碳水化合物摄取，自然餐后血糖就比较稳。更重要的是， Omega-3 可能提高胰岛素敏感度。有些研究发现，三酸甘油脂过高或肝脏脂肪多的人，胰岛素作用会变差，而鱼油能降低血脂、抗脂肪肝，间接让胰岛素作用恢复正常。此外，
鱼肉的蛋白质本身也有促进饱足感、稳定血糖的效果。蛋白质需要较长时间消化，不会像单糖那样让血糖骤升。综合来看，鱼类对抗发炎和稳定血糖的作用是通过多重路径协同达成的。在抗发炎方面，鱼油的功效早有许多实证支持。举例来说，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服用高剂量鱼油一段时间后，关节肿胀疼痛会减轻，就是因为 EPA-DHA 抑制了发炎介质，减缓了自体免疫攻击。一般人身上也观察到类似趋势，有试验让中年人每天吃3餐鲑鱼，1周后抽血发现促发炎的介白质-6浓度下降，而抗发炎的介白质-10上升了。当然，没有必要吃那么极端，只要每周规律摄取鱼类，身体慢性发炎指标就可能保持较低水平。至于对糖尿病的影响，许多大型研究显示，常吃鱼的人罹患第2型糖尿病的概率较低。这或许部分因为爱吃鱼的人饮食生活较健康，也可能 Omega-3 直接对胰岛细胞和肝脏代谢有保护作用。有一项针对数千人的前瞻研究指出，每周吃鱼超过2次的人，相较于很少吃鱼的人，未来5年内发生代谢症候群的风险明显较低。即便是在已经确诊糖尿病的族群中，鱼油补充也展现了一些益处。比如有研究发现，糖尿病患者每天补充鱼油6克，3个月后空腹三酸甘油脂浓度显著降低，这对预防胰岛素阻抗恶化十分有利。此外，他们血液中的肿瘤坏死因子和 C 反应蛋白等发炎指标也出现下降趋势。当然，鱼油对血糖本身的直接作用还需更多确认，但至少可以确定的是，以鱼类取代部分红肉或加工肉，绝对有助于减少饮食引起的炎症反应，并降低糖尿病相关的心血管风险。营养专家建议每周吃鱼2到3次，其中至少1次是脂肪丰富的深海鱼。深海鱼的肉色多为红色或橘色，例如鲑鱼、青鱼、秋刀鱼、飞鱼等。它们含油量高， Omega-3 丰富。淡水鱼如鲤鱼、草鱼虽然脂肪少一点，但也是很好的蛋白质来源，可以和深海鱼交替食用。料理方面，为了保留鱼油的营养，建议清蒸、煮汤、烤或用少油煎，尽量避免高温油炸，以免破坏不饱和脂肪酸。比如鲑鱼可用柠檬香草包铝箔纸烤，青鱼涂点味噌腌后烤，沙丁鱼可以番茄洋葱炖煮，都是健康又美味的吃法。如果真的不爱吃鱼，或是吃素的人，可以从植物来源的 Omega-3 来获取类似功效，例如亚麻籽、奇亚籽、核桃都富含 Alpha 亚麻酸，人体可以将一部分 ALA 转换成 EPA， 但是植物性的转换效率有限，因此如果完全不吃鱼，也可以考虑额外服用海藻油胶囊。最后提醒，新鲜鱼固然好，有些大型鱼体内可能蓄积重金属汞，建议挑选中小型鱼，并注意汞含量高的鱼种，如旗鱼、鲨鱼不要经常食用。总之，让鱼肉成为餐盘中的蛋白质主角之一，你将获得低发炎、高营养的优质能量，为血糖与整体健康保驾护航。